明朝瓷器验品，但瓷器内存有价值50万的金错刀母钱。透视眼是真的，甚至还有鉴宝功能，我要发财了！不好意思，是我开车门没看好视镜。古玩店打工买到赝品，兼职送外卖还被车撞，我怎么这么惨啊！老天爷，我不久依然只想发财，给我一双透视眼吧！我先打120。我怎么能看到包里的东西了？这是我真的得到透视眼了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外卖送完了，我还得回古玩店打扫卫生呢。再见。啊，这人怎么这么奇怪？周老板，周老板，你看你在行行好，把我的古董给收了吧。老陈，不是我不帮你，你这个瓷器就是个山寨货，我收了也卖不出去呀。明朝瓷器验品，但瓷器内存有价值50万的金错刀母钱。透视眼是真的，甚至还有鉴宝功能，我要发财了！这位老板，你这个瓷器能卖给我吗？小苏，你疯了？这瓷器真的就是个赝品。周叔，我爸过几天生日，他喜欢收藏瓷器，我想便宜买下来。小姑娘，你想要这个能给多少钱？大叔，你看多少合适？看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，你给这个数吧。300，行。我说的是3万，怎么可能300呢？3万？大叔，你看看我就是一个古玩店打零工的，别说3万，3000我也拿不出来呀。我就是想给我爹送个300块的生日礼物。那好吧，你再加点行吗？给500块，这赝品它做工好啊。你也知道是赝品啊，那就500吧。行，周老板，我先走了。苏青啊，这瓷器根本不值500块。没事，喜欢就行。希望我眼睛里看到的不是幻觉。果然是金错盗墓钱，这透视眼是真的，不是幻觉。果然是金错盗墓钱，这透视眼是真的，不是幻觉。我用500块就买到了价值50万的古董，这下真的发财了。老板，这个收吗？哟，这看起来就是个啥也不懂的大学生啊！姑娘，你这虽然是个老物件，但损坏的比较严重。你看这个数怎么样？秦老板，要是你说2万的话，那我就再去别家看看。这可是母钱，不是街头上的仿品。姑娘，你看这个漫天要价，坐地还钱。您呐，如果是懂行，您给个数。这枚母钱的价值，你比我清楚。这样吧，一口价70万，行了就卖，不行我就去别家看看。姑娘，这70万吧，确实有点高，而且行业内对母钱的收购不容乐观，没有几个人能收得起。不如您看这么多，最多40。这枚古钱最少价值50万，40万那太亏了，大不了再等等。那我再去看看其他家吧。离了我这店儿，你这铜钱可就卖不出去了。小姑娘，你这古董能不能卖给我？离了我这店儿，你这铜钱可就卖不出去了。小姑娘，你这古董能不能卖给我？老人家，你要买这铜钱？我叫楚汉良，刚才你在店里和秦老板的话我都听到了，我对你手里这枚母钱很感兴趣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咱们找个饭店边吃边聊，我想了解一下这枚钱的详细情况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小姑娘，这枚金错刀母钱是真货，我是母钱爱好者，愿出100万购买。100万，出价整整高了1倍，我底线才50万，这简直天上掉馅饼啊！卖。银行卡到账100万元。楚老，我叫苏青，你叫我小青就行了。小青，能不能告诉我这枚钱的来历？这个是我上次在跳蚤市场捡漏的，那个摊主以为就是个普通铜器，但是我看着纹路特别就买下来了。好，你年纪这么小就如此懂行，以后你若再有新的宝贝，先告诉我，我一定给你个好价。好的，楚老，以后肯定多联系。来，小姑娘，看上哪个了？我给你算便宜点。楚老的联系方式也加上了，母钱也出手了，以后出货也有些渠道了，来看看能不能捡漏。姑娘来看看，相中哪一个了？拜登碰到仿古钱，上交制作价值0。张之谦机血石印章，清末真品，价值300万。张之谦机血石印章，清末真品，价值300万。赵之谦机血石印章，清末真品，可磨损的连自己都看不清，要是能修复就好了。姑娘，看上哪个，我给你算便宜点。
老板，这块石头怎么卖？姑娘，这不是石头，这是唐伯虎的印章，就是电影里点秋香的那个唐伯虎，3万块。你拿走。老板，你在开玩笑吧？这要真是唐伯虎的东西，3万块钱连摸一下都不够。而且你看，这上面的字都磨平了，我买回去给它磨平，刻个字玩玩。我诚心买，你说个实价，不然我走了。那你说个价，今天算我开个张，不赚你钱。76块吧，我钱包里只有78了，留2块给我坐公交。你看，行吧，就当我今天学雷锋了。70多块买个清末真品，就算修不好也不亏。我再看看。姑娘，好眼光，这是古瑞兽铜镜，800块。300卖不卖？至少600块，不赚你钱。喂，我是苏青。苏小姐，我是庄里的楚千雪，想请你吃个饭，道个歉。不好意思，是我开车门误伤你了。行，不过改日吧，我今天有急事要处理。好的，回头联系。得先看看能不能把积雪石印章修复好。忙了一晚上也没能把积雪石印章修复，估计是够呛。算了，明天再说，反正是70多块钱买的，修不好也不亏。赵之谦积雪石印章已修复，价值300万。这昨天还是破损状态，怎么今天就修复了？难道还获得了修复古董的体质？算了，还是先卖掉要紧。喂，楚老，我是苏青。小青啊。对，我这儿得了个印章，要不您给长长眼？好啊，我有空，你发位置，我让司机接你。不用，我打车过去就行，您发地址给我。小青啊，你可算来了，东西呢？快让我开开眼。楚老先生，您先看古玩行的规矩，您比我懂。这是赵之谦的鸡血石印，你想卖多少钱？楚老先生，这赵之谦的金石化3绝，您比我清楚。这枚印章要是放拍卖行的话，再炒传承故事，价格能翻1倍。您是行家，给个实价吧。200万。楚老先生，200万太低了，正常行价得300万。咱俩算有交情，我让您40万，260万。您觉得合适的话，咱们今天就交易。你这个丫头啊，倒会砍价。行，就按你说的。那就多谢楚老先生了。给你转过去了，注意接收啊。到账260万元。楚老先生，您懂这么多古玩行的事情，还没问您是做什么的呢？我年轻时是燕京的高材生，学古玩研究的，后来从商做珠宝。飞翔珠宝你知道吧？我以前呢是飞翔的董事长。飞翔珠宝，这可是本地的龙头企业。楚老先生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不再多留一会儿了？不了，今天多谢楚老先生。行。老板，这个鼻烟壶怎么卖？呀，这不是我那在古玩店打扫卫生的闺蜜吗？不去兼职送外卖了？朱玲玲，你之前跟我合作的租金还没给我呢。租金？宝贝儿，你还有这么穷的闺蜜，可别让她碰碎了。我这要送给楚老的元青花，价值180万呢。这是陈少，我男朋友，他的钱够你在古玩店当10年学徒。元青花釉礼壶插展，上世纪80年代，仿品，价值300元。你这元青花确实挺值钱的，送长辈肯定倍儿有面子。算你有眼力。陈少，跟他废什么话？我们还要去给楚爷爷挑寿礼呢。哼。也就朱玲玲敢这么闹，仗着曾经合租的身份来故意恶心我。朱玲玲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说谁啊？我是楚千寻啊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我骂错人了。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？
我爷爷生日要到了，你在古玩店工作过，我想请你帮忙挑古玩寿礼，结果刚接通就被你骂了一顿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有点急，寿礼的事我明天帮你看看。行，那我明天联系你。楚小姐请坐。那个楚小姐，真不好意思，我昨天真的不是在骂你。好吧，我原谅你了。哎，对了，我爷爷喜欢古玩收藏，过几天他过生日，我想送件古玩，但是我又不懂这个，也没认识的人，就想到你了。那你有什么要求？类型、预算什么的，我先帮你合计合计。要求嘛，没什么要求。方便携带的古玩就行，价格嘛，50万到100万，心意到了就行。50万到100万，说得倒轻松。这样吧，楚小姐，我给你2个方案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带你去古玩店，这样比较稳妥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带你去古玩街上捡漏，就是不一定能捡到好的。别叫我楚小姐了，叫我名字就行。捡漏我感兴趣，先去捡漏，不行的话咱再去店里。放心，捡漏成功分你一半。行，那我这就带你去。走。彩绘木雕镶星光雕像，年代宋朝，真品，物品价格30万左右。此木雕采用的是香樟木雕刻而成，因年代久远，加上灰尘污垢掩盖。哎，姑娘随便看，我这儿啊都是老物件，看上了什么我给你优惠。老板，这个雕像怎么卖？啊，姑娘，这是手心弓，别看它破旧，这可是宋朝的物件。80万还是8万？得试探。老板，你真逗啊！宋朝都灭了700、800年了，木头早烂了。这个雕像最多就值200，你买不买？民国的仿品也不值200块钱，你真要的话，5万。3000，多1分都没有。苏青，这破木头有什么好的？咱们走吧。我再讲讲价吧。哎呀，有什么好讲的？走了。好吧。哎，姑娘，别急着走啊，我今天还没开张呢。这木雕卖给你了。行，转账。来，拿好。千寻，你把这木雕拿回去给爷爷当生日礼物，他肯定喜欢。真的？可这木雕上面都是灰，还有油污呢。骗你干嘛？它真的是宝贝。如果你爷爷不喜欢的话，你再来找我，我给你挑个更好的。那行，我把钱转给你，你先收一下。不用，之前医药费你也不要，这次就当我送你的。那行，咱们中午一起吃个饭吧，就昨天那家餐厅。好，我请客。走。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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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回来了。千寻呐，我刚要睡午觉，就被你吵起来了。今天怎么有空来呢？爷爷，你生日不是快到了吗？那我给你买的生日礼物。哎呦，快给我看看！哎呀，嚯，爷爷慢点，别摔着了。好，千寻呐，这木雕是从哪儿淘来的呀？古玩市场啊，我跟老板砍了半天价才卖给我的。这可是宋朝的呀！你看这雕纹雕得多细腻啊，这材质还是香樟木的。这放久了还有香味呢。那这能值多少钱啊？好好清理一下呀，值个30-50万应该没问题。这要是碰到一个喜欢木雕的收藏家呢，估计这个价格呀还会往上提呢。30-50万？怎么不接电话？我去找他去。好。我们到底去哪儿啊？神神秘秘的。原石街。原石街？那不是卖翡翠原石的地方吗？知道还问？对了，你懂赌石吗？完全不懂，我连原石长什么样都没见过。赌石就是赌石头里有玉，外面裹着风化皮，得靠经验看纹路、打灯，运气成分占一半。运气？我有透视啊，直接看里面有没有翡翠，这不是伪装吗？那还等什么？咱们赶紧去，我倒要看看这赌石怎么玩。急什么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走。哎，楚总，您来了，欢迎欢迎。有没有新货？您来的正好。这边啊刚到一批新货，这边请。之前千寻说过，原石里没翡翠的叫黑蛋，我试试透视。这块是糯种翡翠，值3万，比原石本身还便宜。这块里面的翡翠值原石的3倍，但楚总说过我不懂，还是别乱说话了。您看上哪块了？挑一挑。
块吧。啊，楚总好眼光啊！这块200万，赌涨的几率7成，确实不错。楚总，这块不能买。哎，这姑娘谁啊？我朋友。楚总，这块原石里面的种水根本就……苏青，你懂什么？千寻，不，楚小姐，这颗原石里面的种水根本就不值200万的价，真的不要买。苏姑娘，这是我的事，请你不要妨碍我，谢谢。行，算我多嘴了，多谢你带我来这个地方，再见。哎，楚总啊，找朋友啊，得找有眼力劲儿的，就像刚才那位小姑娘啊，赌石的规矩都不懂，净添乱。老板，解释吧。哎，好嘞。看中哪块石头了？老板，这块不错，这块标价8万8，对吧？好眼力，这块原石也是我感觉最有机会的，8万8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行，就这块。200万竟然什么都没切出来，如果只是200万，我倒不会在意，这都是小钱。可之前明明有人提醒过我，自己居然没听进去。哇，绿了！哎，辛苦了，我的眼光果然不错。哎，你这翡翠卖不卖？楚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刚才你那200万的原石切出翡翠了吗？还行，我问你这翡翠卖不卖？卖啊，不然留着当镇纸。不过我也是第一次赌场，楚小姐得开个合理价，我可不能亏啊。说吧，要多少？28万8，卡号给我。楚小姐倒是爽快，不过刚才怎么没听我劝啊？苏姑娘，开玩笑的。楚小姐，赶紧转吧，等一下有人抢了，我可就不卖了。转过去了。对了，下次如果还有什么好货，优先卖给我。给。哎，等一下，之前的误会，楚小姐，下次有好石头，我肯定会再找你的。嗯。老板，就这块吧。这个要多少钱？58万8。行，那我转给你。啊，你给我解一下吧。出货了，恭喜老板！辛苦了，还得是我赌石如神呢。黄飞，小姑娘，我出100万，我出150万，马上到账。180万，我加钱。我觉得可以，我出228万。行，那交易吧。转过来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，楚小姐？有什么事吗？还是叫我千寻吧。楚小姐这个称呼我听着不太习惯，还是千寻我听着比较顺耳。可我觉得称呼换来换去并不方便。你喊我到底有什么事啊？你有时间吗？我请你吃顿饭，顺便再道个歉。我……好了，咱们去吃饭吧。那好吧，走吧。青儿，我们合作吧。合作？我可没兴趣。我是说赌石的合作。我自己能赌涨，为什么要跟你合作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天天去赌石，每回都涨，原石店老板和其他赌客能不注意到你？到时候别说赚钱了，你自己的安全都没法保障。还有，就算你能偷偷解石又如何？解出来的翡翠怎么卖？难道你天天抱着翡翠到处卖？到时候肯定有人往死里压你家。我这里有3个方案，你看看。第一个，我出资，亏了算我的，赢了分你2成的净利润。第二个，我们共同出资，盈亏我们共担。第三个，你出资我销售，按市场价给你8成。我选第3个，成交。但是我有要求。你说有什么要求？这第一个要求呢，这事保密，泄露的话协议就终止。第二个，帮我找一个能够安静解石助人的地方，我那里不安全。第3个呢，就是不要要求我什么时候赌石，合同随时可以终止。答应这3个要求，我按8成卖你翡翠，再让1成利给你个人，怎么样？第一个合理，第二个出租屋确实不安全，要住处虽麻烦，但它一成立，2000万翡翠就能拿200万。行，明天签合同，住处吃完饭帮你办，我再给你辆车买设备，明天中午吃完饭签合同。好。
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青儿，你想客气的话，别叫我楚小姐了，直接叫我楚总吧。好的，楚总，吃完饭就先帮我搬家吧。之前可是说好了的，不会说话不算话吧？莫生气，气出毛病没人替，我若气死谁如意？况且伤神又费力。走。这间屋子归你，后面院子解释，加上这个卫生间也给你用，加上客厅，除了这3个地方，其他地方不准去。好，楚总，我接受。今天你先休息吧，明天我们一起去原始间。好，休息吧。赌石还是捡漏，1天1次吧，频繁解释会被怀疑啊。楚总，您来了。星儿，交给你了。老板，这块石头不错，标价18万88，我要了。怎么又是你，苏青？苏青，就你还学人家赌石？你有钱吗？让你买个包都抠抠搜搜的，还来这儿丢人现眼，关你屁事啊！好狗不挡道。老板，我先把这个买了。陈少，他欺负我。苏青，赶紧滚蛋！这赌石不是你能碰的，随便一块石头就不知道几年的工资啊！陈高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千雪，我来看看市场情况，结果这小娘们非要找茬，还要跟我赌石。对，她非要跟我赌石，所以呢？苏青，你之前说和陈先生有缘，那赌约，陈先生要是觉得没必要的话，就算了。楚总说的对，毕竟陈先生这种人，害怕也很正常。谁害怕？苏青，我今天就跟你赌。陈先生，你确定？等一下可别输了，哭着找妈妈呀！少说废话，赌输了你给我磕3个响头，叫3声爷爷。要是不敢，现在就滚！陈高升，要是我输了的话，照做；要是你输了呢，想白嫖？我输？不可能！行，要是你输了，你就给我1000万；我输了的话，我也给你1000万，加上你刚才的要求，你敢不敢赌？陈先生，这1000万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吧？毕竟陈董事长最疼你了。谁说我拿不出来的？赌就赌。行，我现在就去拿协议。签协议按手印1个都不能少。陈总现在要是后悔的话，还来得及。签就签，今天我要让你跪下来喊爷爷。陈先生，你可别后悔。等一下，要是切开你的石头，你的原石不如我的话，这1000万我可是要现金的。签，要是我切出的原石比你的贵，你跪下来喊我爷爷，外加楚总那1000万。陈总这么着急送钱，我哪有不接的道理？今天我要让你输的倾家荡产。老板，这块还有这5块我都要了。苏青哪来的钱？3年加起来才5万，现在能刷100万？青儿，你有把握吗？你放心，绝对不会让你输这1000万的。师傅，照我画的现切。陈先生，您这才掏了一半，赌石比的是更值钱，这还有的拼，万一里面藏的大，也值些钱。全部给我掏出来，要是赢了，赏你10万。陈先生，等着。
诺种，这下快大了。是啊。哎呦，出绿了！该你了。急什么？等着掏钱吗？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，说不定你连个毛都解不出来。千寻，帮我盯着他，盯他。我怕他趁我解释的时候开溜，毕竟有些人的人品不太让人相信啊。你血口喷人！这臭娘们居然看穿我想溜，现在所有人都盯着我，根本跑不了，只能盼他解除瓦片法。紫罗兰是紫罗兰，小姑娘，200万卖给我，半赌毛料，风险我担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卖。陈先生，你好像输了。哼，不过是开了个窗，说不定是瓦片费，包得跟瓦片似的，到时候看你怎么办。行，那我就掏干净，让你彻底死心。你盯着我干什么？苏姑娘现在有事走不开，让我盯着你。毕竟有些人擅长，不是吗？陈先生，愿赌服输吧。我这个紫罗兰比你那个糯种的石头大1圈不说，价格更是甩你10万8千里，你不会输不起吧？苏青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1000万怎么不去抢银行啊？抢银行可是犯法的，我可是正经人。各位来看看，这个是我和陈高升的对赌协议，他的父亲是飞翔珠宝的陈铁雄。我相信陈先生的人品，这才1000万，应该不会赖账吧？苏青，这是敲诈勒索，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，让警察抓你！贱人，给我滚！你为什么打我？我是为你好。陈先生果然言而有信，现在时间还早，要不我们再赌一次？这次切开的方式你定，如何？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！这1000万不是那么好拿的，迟早我让你加倍吐出来！哼！苏青，这1000万我帮你做担保了，见者有份，这紫罗兰归我了。好，这次真多亏你，就当还你人情。我跟你开玩笑呢，你可是我的好闺蜜啊！楚总，红翡和绿翡哪个更值钱啊？我是说，在相同体积的情况下。青儿，你问这个问题怎么这么外行啊？你这么会解释，不应该不知道啊。俗话说，翡翠以绿为贵，但是红翡更值钱，形成条件苛刻，然后产量比较低，但是也不是绝对的，相对于帝王绿价格会更高一点，主要看色泽度纯不纯，有没有杂色。比如绿翡有哪些？绿翡有淡绿、墨绿、苹果绿，还有帝王绿10几种呢。但是那么多绿里面，有贵的也有便宜的，主要看色泽和稀缺性。红翡虽贵，但比不过帝王绿，但相对于其他绿翡来讲的话，更值钱一点。哎，对了，青儿，你问这个问题，该不会是这块翡翠？拿过来我看看。青儿，果然是红翡，快切开。青儿，你真厉害！赌长一次是运气，次次赌长真本事，绝对不能让别人挖走他。今天花了100多万，这5块原石能赚1800万，加上赢的1000万，快3000万了，要不要买个小别墅？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你是什么身份？他苏晴是什么身份？你丢的可是我们陈家的脸。朱玲玲，赶紧断了，别再惹女人麻烦。过2天楚汉良生日，
你跟楚千寻，爸，我跟朱玲玲就是玩玩，今晚我就解决。至于苏青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明天我让黄老跟你一起去。爸，我知道，明天我就解决。20万，我们结束，以后再找你抵死10万，别缠我。陈哥，你说过要娶我的，现在你又甩了我。贱女人，敬酒不吃罚酒。我贱命一条，你陈大少家产一起，你敢杀我，我就报警说你强奸我。再给你30万，滚！我俩一起住出租屋，凭什么他现在过得这么好？来吃块肉。对了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打算呀，先买个房，现在有钱了，没个家乡话嘛。然后呢，再买一辆车，再学习一下翡翠原石的基础知识，总不能一直靠运气吧？那房子得选一个交通便利的，我帮你参考。好。对了，还有3天是我爷爷生日，你能陪我去吗？行啊，那要选什么礼物呢？不用，我帮你带。青儿，今天你有什么安排吗？等一下去处理事情，然后去看小货车装原石。下午呢还没定。要不这样，你先忙你的，我去公司处理点事儿。等我忙完了，你来公司找我。昨天货款结一下。中午的话，我们去外面吃吧，省得来回跑了。吃完饭的话，我陪你去看看车，你一辆我一辆开回来。如果时间够的话，我们再去逛点别的，怎么样？行，你安排的比我合理。走。楚老。哎呦，青儿来了，来，快打开让我看看。嘿嘿嘿。楚老，您先戴手套，玩此地讲究。好。哎呦，你这是从哪弄来的？不会又是捡漏捡的吧？哎呀，你这小姑娘啊，运气真是逆天了，捡漏都能捡到这么好的东西。不过，哎呀，这东西价格我还真不好出，太完美了。要不，你看看，你自己说个价吧。楚老，我查过近20年的拍卖记录呢，类似的茶展呢有5次成交，最贵的呢是780万，最便宜的呢是2023年永乐拍卖行的225万。不过呢，它那个有瑕疵，没我这件好。那我取个中间值500万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哎呀，青儿啊，你看啊，我这一把年纪了，我是真喜欢这个东西。要不你看打个8折怎么样？你要是同意了，我稍后给你转账。行，楚老您都这么说了，我还能不同意吗？好，好，好。青儿啊，你的鉴定水平这么高，要不你帮我看个东西吧？楚老，您拿我开玩笑呢？您都鉴赏不出来的东西，我怎么能？青儿啊，能不能鉴定出来并不重要，碰碰运气罢了。你说这个东西，我已经研究了3年了，那一点头绪都没有。你能鉴定鉴定？现在我去拿来啊！来，帮我看看。哈哈哈哈。这戒指好奇怪，连我的透视眼都未知。楚老，这枚戒指我现在没有头绪。你要是放心的话，可以让我带回去研究几天吗？我要是实在研究不出来的话，一定还给您。行，我研究了这么久也没结果。你要是喜欢了，你就直接拿过去，省得我看起来头疼。行，那我就先告辞了，楚老。好，那你慢走，有消息通知我啊。好，行，
苏小姐，楚总正在鉴定科处理事情，他让您在这等他一会儿。谢谢。合同签署了之后，就真成有钱人了。青儿，等很久了吧？这个你看一下，我刚刚一直在处理这件事情。你要是觉得没问题的话，我就安排打款了。最终的鉴定价格是1750万，照这样的话，按照8.5折的计算方法的话，就不到1500万了。所以最终成交价格是1487.5万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谁让你来我们公司的？千雪，这种人怎么配进我们公司啊？我不欢迎。陈副总，你什么意思？在我的办公室大呼小叫？别人可以，就他不行。陈高升，你算哪根葱？从我的办公室出去！从今天开始，我的办公室你别进来。而且今天的事情我会向上面反映，你等着。大家都散了吧，陈副总无理取闹，楚总只是维护客人。楚总跟傻子生气，犯不着。爸，你平衡我吧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昨天才跟你说要冷静，你拿我的话当放屁啊！爸，我只是……楚千寻是董事们选的总经理，我都不敢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话，你倒好，跑到他办公室去闹。苏青是他邀请的人，你有什么资格去拦？现在跟我去给楚千寻道歉。我不去，我打死也不去。您是董事长啊，一句话就平息了，我不跟他道歉。你以为楚汉良退休了，楚家就没有威望了？楚千寻的实力摆在那里，股东们都看着呢。昨天的事儿看见落实，这个苏青不简单，在造赌局，知己知彼才能赢。我们现在对他一无所知，太被动了。别再添乱了，再出乱子，我没法给你擦屁股。您放心，我一定办好。哟，这不是苏小姐吗？陈副总，听说今天陈总在办公室大发雷霆，该不会就是因为你吧？我今天来就是来报仇的。上次你走狗屎运赢我1000万，这次我要连本带利的赢回来。没兴趣，让开。苏青，你怕了？我确实怕了。昨天好不容易赢了1000万，要是今天输了怎么办？所以不赌了。有种就再赌一次。要是怕了，现在就给我磕头喊3声爷爷，我立马走。想赌也不是不行，你带了多少钱？哼，苏青，这个卡里有2000万，你要是赢了，就都是你的。2000万？才这么点钱？楚总，你不是说他是陈大少爷吗？怎么才有2000万啊？这也太寒酸了吧！苏青，你少说些风凉话。你今天要是能拿出2000万，没问题，我这卡里有3300万，去掉零头还剩3000万。你要有就赌，没有就滚。我妈不让我跟穷鬼玩。这个赌局很合理，按小友说的办。楚总，钱的事儿我来担保，可行？黄老，你怎么来了？楚总，闲来没事啊，赌两把，我来担保，你信得过吗？黄老可是赌石大师，他来担保。陈高升今天的自信，原来是因为他呀。黄鼠狼是10几年的赌石大师，这对赌根本不公平，妻儿危险了，得赶紧救黄。黄老先生，就是您要和我做赌注吗？是我。我对您不熟悉，所以得先看到赌注。防君子不防小人，不是不信您，是不相信某些人。您说楚总可以证明，没用，这话是陈先生刚才说的，所以对赌得公平。我卡里有没有3000万？你可以查，但你要是拿不出对应赌注，我得赶紧回去打工搬砖挣钱了。我之前被骗过，没有安全感。他平时一副人人拿捏的样子，其实把账全算在心里了。这位朋友，剩下的1000万我补齐，可行？没问题，不过你得先把钱都转给楚总。你们总该相信他不会贪慕这3000万吧？现场这么多人都看着，谁也没有办法耍赖。对赌协议也不用签了，您一看就是有身份的人，我放心。那对赌方式我来提。我们各自拿出100万买原石，就比最终解除翡翠总价，赢的人拿3000万，还拿走输家所有的翡翠，怎么样？
青儿，没问题，你放心吧，输了大不了我从头再来，赢了我就送你份大礼。没问题，先转账吧。苏青，你磨磨唧唧到什么时候？我们3块的钱都付完了，是不是输不起？想要拖延时间啊？闭嘴！没看到他们都看着你。加油，不用急，慢慢选。10皮3公分厚，里面翡翠纹路均匀，正阳绿就是它了。哟，您这一块石头58万，苏青，你是不是想省钱啊？等一下输了，可别抱着石头哭啊！皇叔，你说是不是傻？青儿，要不再选一块吧？你不相信我？不是，我是说打脸打一下不够，打2下才够疼。我看那块价格不错，价格合适，加一块更稳。就加这一块吧，这2块一起算。既然选好了，那开始吧。我3块先结，没问题吧？您请。皇叔厉害，是正阳玉。苏青，你们认输吧。小友，估个价，看看我这正阳绿值多少。这老狐狸故意炫耀，以为我看不出。黄大师厉害，这正阳绿市场价420万到580万，取个中间值500万。小姑娘倒是耿直，行，就500万。下面该你了。绿了，出绿了，颜色更浓，看体积。黄大师，估个价吧。品相差不多，体积大了2/3，800万。行，我领先你300万，现在该你第2块了。诺种最不值钱，老狐狸要栽。黄大师，这块我看不懂，怎么估价啊？你得意什么？第3块我们是帝王绿，你是黑蛋。帝王绿，那可说不定。不过这诺种现在也要定价吧？这体积大点儿，算10万。黄大师觉得怎么样？继续。小友，我这块翡翠怎么样？很不错，颜色、体积都可以。市场价1500万，怎么样，黄大师？满意吗？满意，加上那块啊，一共2000万。诺种啊，就算天头。苏青，赶快认输吧，我们还等着开庆功宴呢。认输？早着呢，我这还有一块没解呢。苏青，他第3块比你大，颜色还好深，会不会输啊？放心。绿，这颜色不会是帝王绿吧？怎么样，黄大师，估个价吧。小友，我认输。这帝王绿啊，10万每克，体积越大越贵，是以亿为单位的，佩服。快走，人多眼杂。拿这个。星儿，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不是在做梦，但我们麻烦来了，这几天得躲躲。热度没消之前，露面就得被围。
可这帝王绿得好多钱吧？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就拿着。什么？你要送给我吗？1块翡翠而已，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只要你喜欢就好。我帮你出手，尽量卖最高价。你底子薄，先积累资金，等你成100亿富翁了，送套帝王绿首饰给我。好，那就听你的。糯种留着自己玩，今晚大丰收，晚上吃火锅庆祝怎么样？好啊，我现在就去买你最爱吃的肥羊肉去。哎，等等，算笔账。今天打赌赢3000万，加上3块翡翠2200万，加上帝王绿3000万加2200万等于5200万，加上帝王绿2亿，7天前我还只有几万块，现在我竟然成了亿万富翁了。青儿，你傻笑什么呢？没什么，走，咱们去买火锅材料去。走。陈总，苏青的赌石水平我比不了，你最好拉拢他。现在他弱，拉拢容易，就算拉不过来，也别得罪。有矛盾该修复修复，该道歉道歉。赌石大师的分量，你清楚。他这么年轻，说不定很快成宗师。老黄，我懂，但调和不可能。现在只有压他，不让他崛起。你有办法吗？你们的恩怨我不参与，我明天走。最后说一句，别得罪他，他不仅赌石厉害，城府太深，真成长起来你惹不起。你看看你干的好事。爸，我错了。这件事你别管了，先查清楚苏青的来历，知己知彼，出手就要致命，别再惹祸，否则我打断你的腿。我知道了，爸。苏青，都怪你害我被骂，楚千寻也对我冷淡，我一定要报复你，就算我爸警告又怎样？刀疤，就是他，我要他一只手，一条腿，事后给你300万。陈少放心，3天之内把他废了。这个是5万定金，事成补给你295万。等着明天就让他躺医院。给我上，砍掉他一手一脚！给我上，砍掉他一手一脚！我的腿！臭丫头，赢！他们的动作怎么变慢了？不许动！想跑没门！说说吧，什么情况？我是受害者，监控都拍到了，我是正当防卫。你出手够重的呀，他们不是重伤就是脱臼，全躺医院了。啊，抱歉啊，我以为要审我呢。我是秦可兰，今晚出警队长。我是苏青。你最近得罪过谁？陈高升，飞翔集团陈铁雄的儿子。陈高升，你们有过节？有，他之前找人赌过我一次。你确定是他指使的？不确定，只是猜测而已，也没有证据。好，我们会查。爸，买凶杀人，你是不是疯了？铁雄，陈高升可是你亲儿子。爸，我不想坐牢。都是你给惯的，抢别人女朋友不说，还敢杀人！快想想办法，陈高升不能坐牢。刀疤在第3医院，给他送50万，让他闭嘴。喂，老周，第3医院刀疤送50万过去，让他闭嘴。再有下次，我打断你的腿！我再也不敢了，爸。青儿，你真的没事吗？没事儿，医生都说了，伤口不深，过几天就好了。青儿，你是不是知道今天的人是谁派来的？知道又如何？没有证据，还是找警方调查吧。刚刚不是不见了吗？怎么又出现了？物品名称：秦元界。物品品级未知，物品作用：储物。物品描述未知，目前已认主。
可用精神力查看。该死的未知，该死的未知。竟然真的有空间！竟然真的能储物！哇！坏了，这个戒指是楚舒的，现在被我绑定了，那该怎么跟他交代呢？乾元戒认主了没法还，只能说打斗时丢了。昨天打架不是对方慢，是我反应变快了吧？江儿，今天是我爷爷生日，他爱古玩，你懂行。今天中午你就跟他聊这个。中午饭局，陈高生也在，进来别和他冲突。千雪，你爷爷是不是叫楚汉良啊？你认识我爷爷？之前卖过古董给他，他说自己是飞翔珠宝的前董事长，我就没往你这想。原来你就是我爷爷说的黑心但有本事的有为青年啊！他居然这么说我！哎呀，之前那不是不认识吗？就想多要点嘛，换你也一样啊！我们走吧。奶奶，我带着青儿来祝寿了。坐坐坐，这姑娘看着眼熟，之前来家里过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青儿啊，你怎么跟着千寻也来了？楚爷爷，我来给您送贺礼。青儿啊，早知道你是千寻的朋友，之前买东西就该给你打8折。楚爷爷，我要是知道您是千寻的爷爷，打死我也不敢跟您讨价还价呀。不过昨天陈高生带人堵我，把您的那个乾元戒给弄丢了。啊，戒指丢了倒没事，我研究了半年也没什么头绪。不过倒是这个陈高生，他真敢拿刀砍人。这事儿啊，得从几天前说起。陈高生和我的恩怨是因为他抢了我朋友的生意，还威胁我。不说那么多了。哦，哈哈，楚爷爷，这个是我给您的贺礼，哎呀，民国时期的仿品，松鹤延年的纹样。祝您长命百岁。哎呦，还是你这丫头，懂我心呐！你看这松针，笔笔有力。哎呀，再看这鹤顶，这鹤眼真有灵气，这可比去年那个仿品呐要强10倍呢。等会儿别说话。爸，我记住了，那不是苏青那丫头她……闭嘴！你先顾好你自己吧。知道了，爸。哈哈哈哈。楚老，寿比南山啊！楚爷爷，祝您生日快乐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哈哈哈哈，不错。哎呀，这高生啊是越来越精神了，铁熊呢也有心。青儿啊，这是飞翔集团的陈董，这是他儿子高生。哈哈哈哈。陈董你好，我之前听千寻提起过你，今日见面真是幸会啊。这就是苏青啊，年轻有为啊。你跟苏青年纪相仿，你们以后多交往交往。祝爷爷，这件礼物可不一般啊，您看看。哦，哎呦，哈哈哈哈，一个小生日，哎呀，何必破费？这是元青花釉里红，您最喜欢的古玩。哦，这是元青花釉里红，您最喜欢的古玩。哦，哈哈哈哈，楚叔，这有问题？哎呀，这我眼睛在楼上。来，青儿，你帮我看看。
老狐狸，明知道是假的，故意让我当枪使。哎，爷爷，这东西我也看不懂啊。不懂你还装模作样的，还真把自己当专家了啊！我这茶盏是我托人从景德镇老藏家手里收的，元代的釉里红。你看这釉色。陈少，你怕不是买错茶盏了吧？你什么意思？元青花釉里红初创时技术差，哪有这么完美的东西？这气圈比真正的元青花釉里红大一圈不说，最多呀50年前的仿品就值300块。哎，老陈来了也有心了，放在家里当个摆设也不错。你放屁！穷乡巴佬懂什么呀？这是元朝的古董，我花180万买的，那是看我爹面子才卖的。闭嘴！闭你！楚楚，这东西真是假的？你看我这也没戴眼镜，看不清，毕竟它还是有可疑之处，也不便宜，能退就退了吧。啊？楚叔说的是，是我粗心了。我还有点事儿，改天再来看望您。好。哎呀，他们终于走了。青儿，还是你厉害。青儿啊，你可是得罪陈家父子了，以后要小心了。这老家伙明明是他引的头，现在倒装好人。不过无所谓了，早得罪过了。陈高升，明天上午10点的机票，目的地芮城市。爸，我在金陵待得好好的，干嘛要去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？你还好意思说？在这金陵待下去，苏晴一根手指头就能捏死你。还有楚千寻，他要是追究起来，咱们陈家的生意就没法做了。那去芮城干什么呀？2个目的：第一，避祸；第二，等苏青去芮城，解决他。少爷，我跟着你去芮城，我熟。当年我在那边混的时候，10几个人拿着刀都进不了我身。阿彪是我最信任的人，让他帮你。你记住，芮城乱，治安差，就算真出点什么事，楚汉良也查不到咱们头上。我知道了，爸。对了，你明天打算干嘛？继续休息，还是去元石街？明天还得去元石街，还有3家店没去呢。我现在只有2个亿，得凑够3亿才行。那凑够3个亿之后呢？一直赌石吗？当然不是了，赌石也不能赌一辈子啊！天天跟石头打交道，时间长了也会腻，还得再搞点产业才行。那你有没有想过去芮城发展？那边是全国最大的翡翠原石市场，原石多，价格便宜。如果解除帝王绿的话，还能挣个3、5亿。芮城我知道，以后肯定是要去的，但不是现在，得先在金陵累积点资金。而且，就算赌石能赚钱，也得留个后手。万一以后哪天不赌的话，也有别的产业维持生活。我明白。那你想搞什么产业？这个还没想好，得先找个懂行的人问问。哎，比如说你爷爷，你爷爷做生意这么多年，他肯定懂行。对啊，我爷爷有经验。明天我带你去家里问问他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古玩这个行业还是挺讲究的。爷爷奶奶啊，千寻，跟奶奶去做饭。来，青儿坐。青儿呀，我找了一件东西，给我看看朝代。爷爷，上次那个戒指……哎，别提了，没缘分。来看看这个。虎符，秦朝的，缺一半，再不能修复。爷爷，这个是秦代虎符，缺一半，腐朽严重，但是呢，有收藏价值，以后我帮您修复。哎呀，青儿呀，我真嫉妒你这本事。要是我年轻啊，非要拜你为师。说说吧，以后还有什么打算？爷爷，我现在有2、3个亿，放到银行又没有用，你有没有什么好的项目建议呢？哎呦，你这赚钱的速度够快的呀！现在的行业都比较内卷，常规生意呢容易赔。但现在有2个方向，一个是开古玩店，你懂古玩，开个古玩店还投资小，我帮你看店儿。爷爷，我开古玩店，您负责运营，我懂。这第2个呢，你会赌石，开个玉器店呢，卖翡翠，做高端客户。
而且呢，它还没有形成规模，稳赚。你有这个透视力，稳赚。这个好，展开说说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看啊，这个好，这个也好。青儿，别聊了，咱们吃饭吧。好，奶奶。好，走。好长时间没来了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捡漏的。那是谁在解释啊？刚好凑凑热闹。走。陈董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千寻啊，你们这是？我带青儿过来看看，没打扰您吧？陈董。出绿了，好正的帝王绿啊！这下发财了。哎呀，恭喜陈董大涨啊！哟，原来是苏小姐啊！不好意思，刚才我光顾着看解石了，没注意到，失礼了。听说苏小姐赌石也有一手，今天要不露个面，让我也开开眼。多谢陈董抬爱，那我就献丑了。不过陈董要不要赌一把？赢了3成算你的，输了都算我的。苏小姐说笑了，我只是看个热闹，不懂这些。老狐狸油盐不进，那我就让他看看什么叫实力。我就要这块儿，帮我解一下。这也叫赌石？跟在超市挑苹果似的，怕不是吹出来的本事吧？黑蛋。飘花，飘花，这飘花的品质和密度一定是上好的1等品。块头这么大，掏出来破千万没问题。麻烦再切一下。小姑娘，我出1200万。老刘，你那么抠干什么？我出1300万。我出1500万。我出1700万。我出1800万。1800万，成交。这块石头就归你了。陈董，我今天刚赢了1800万，你有空吗？要不要一起吃晚饭？既然苏小姐说了，我不去就不给面子，正好还有事儿要跟千寻谈。青儿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吧？陈铁雄可不是一般人，我看他没安好心。我也不是吃素的，怕他。你卡里现在有多少钱了？快3个亿了吧？昨天说和爷爷聊发展的事，怎么样了？卡里现在有2.7亿，我打算去瑞城，跟开成品店的计划有关，晚上再跟你说。行，晚上听你说，可别再坑自己请别人吃饭了。千寻啊，最近高品质翡翠有点不够用，我听说瑞城那边开始补仓了，你看要不要安排一批人去采购一批？陈董，高品质翡翠缺货本来就是市场常见，缅北那边局势不定，原料价格暴涨，金陵本地规模比较小，高货出品率极低。既然你问起来了，我就跟你说说我原本的计划。我原计划申请10个亿资金，5一过后启动去瑞城采购计划。正好青儿在建设方面有经验，我打算带她一起去，提高采购效率，您看可行？10亿的资金有点多，5亿没问题。不过公司离不开你，你是总经理，陈高升最近身体不好，在家休息，公司得有你盯着。人事部之前跟我说，采购部新招了个经理，就让他去吧，再安排财务部的人去盯着资金。你看这样如何？5亿资金勉强可以，不够可以继续再追加，但新来的经理他能胜任吗？采购翡翠要是出了纰漏，这责任谁来担？千寻，我忘了跟你说，
这个采购经理你也认识，就是徐美娇。她之前请病假停了职，现在回来正好补采购的缺。她跟了我多年，多少懂点门道。徐美娇是陈总的前秘书，她俩那些破事我早有耳闻。陈董这是故意分化我手里的采购权，不让我去瑞城安排自己人当采购经理，还加财务部的人，是防我还是防青儿？徐秘书的能力我是信得过的，但是品质鉴定和做秘书是不一样的，他懂品质鉴定吗？到时候要是看错了，5个亿打了水漂，这责任谁来担？千寻，徐美娇做事稳当，又有财务部的人管着资金，你只要安心在公司盯着大局，瑞城的事交给他们就行了。既然陈董都安排好了，我没意见。只是徐秘书那边，我会派采购部的老周过去，他懂翡翠鉴定，能跟着过去把把关。没问题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千寻啊，徐美娇的事情是临时决定的。那天你爷爷过生日，没在公司，没来得及商量。陈董，您这是僭越，采购部门归我管，人员调动你应该和我商量一下。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我没意见，但到时候出了问题，您可得担责。都是公司的人，算调动。徐美娇不行，可以再换。陈董，您找的人出了事，您得担责。那就这样，后天开会商讨。我该担的责任我担。我吃饱了，先走了。哼。陈铁雄是在分你权，以后这种事可能还有。那我不干这个能干什么？我又不会洗衣做饭，总不能天天逛街吧？你爷爷和我说了一件事情，说要开一家翡翠玉石店。我爷爷说了什么？快说。你爷爷说开一家翡翠玉石店，你鉴石，我负责找原石，只要凑够资金和翡翠就能开。这个主意好，现在有钱人都喜欢收藏翡翠，成品店肯定有市场。我们以后自己做饰品，可以卖成品，也可以卖其他玉石。那古玩店要不要开呀？古玩店太浪费时间了，还不如专注做翡翠。现在咱们是缺资金，缺店面，其他的都可以慢慢凑。千寻，我本来也不想开古玩店的，可是我已经答应了爷爷，做人不能食言啊。青儿，咱不如换个思路，找一间大商铺，分3个区域，成品翡翠，半赌料子，最后留古玩区，既能满足爷爷，还能让他进店看生意。这个主意好。那分工和找商铺你负责，我就负责赚钱和捡漏古玩。咱们先赚陈铁雄那5个亿再说。行。对了，我爷爷那里有很多宝物，咱们拿一些在店里撑门面。反正古玩店以后是要交给爷爷的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办。青儿呀，千寻跟我说了，你们开古玩店的事儿，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。我收藏的那些古玩，现在年纪也大了，放着也是占地方，不如拿出来当店里的货。我年轻的时候呢，就想开一个古玩店，把自己玩透的东西卖掉，再进新的。可惜呀，当年没时间。现在你们圆了我这个梦，我很高兴。爷爷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这是您的宝贝啊！哎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千寻跟你一起做事，我放心。店面装修这个事呢，交给我，你们不用着急。到了瑞城以后回来，咱们一起慢慢准备。爷爷，我后天就打算去瑞城。啊？怎么这么着急呢？早去早回嘛，而且我也不想跟飞翔集团的人一起走，早点去也能提前了解一下翡翠原石的价格，免得交易时吃亏，也能早点回来帮忙看店。这是呢，我瑞城一个朋友的名片，
到了以后呢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，就跟他联系。哎，能不找人就不找人，找人麻烦。爷爷您放心，我会注意安全的，天黑不出去，不惹事，有事儿就给您打电话。瑞城鱼龙混杂，你一个人过去，凡事多留个心眼儿，遇到麻烦事别扛着。你可以赶紧跟我联系，或者是联系名片上的人。那你到了瑞城，一定要给我发信息啊。好，我会的。我这次去呢，主要是赚点钱，顺便带点高档翡翠回来。等我回来，咱们就能忙店里装修的事情了。好的，我明天早上就派司机送你去机场。好，谢谢爷爷。哎。今天加个议题，派专人去瑞城采购翡翠，这对公司下个月的珠宝生意很重要。是不是谁去啊？这什么情况？我觉得这样可以。我觉得这样可以。我同意楚总的提议，这件事情就按流程推进。董事长，玉华、美娇，你们这次去瑞城采购是小事，把苏青捧杀才是关键。你们都是我的心腹，把这件事办好了，回来有你们的好处。董事长，我明白，保证把苏青整垮，还要刁难他。玉华，你错了，你只需要负责付钱，别搞小动作。苏青自有人去收拾他。我知道了，董事长。你先去准备吧，等时间定了通知你。好。哎，美娇，你担心什么？我派了翡翠专家跟着你，定价的事儿有专家负责，你不用担责任。我是怕我不懂翡翠吗？功劳是你的，出了问题有专家扛着，你就是捡便宜。要不是为了钱，谁愿意被你这种老家伙碰？彪叔，这大清早的烦我。少爷，陈董说苏青明天可能会来瑞城。我爸啥意思？先让他帮忙采购翡翠，任务完成之后，将他永远留到这儿。这几天你不要出去，别让他看到。哎呀，知道了，真麻烦。坐飞机流程特简单。办登机过安检，候机登机找位置，下飞机齐活。候机登机找位置，下飞机齐活。机票证件别忘了，提前半个小时把手续办好，早点到防迟到。好，你的包能带上机舱，早点到，别迟到了。我记住了。卖翡翠的钱打你账户上了，这个是瑞城人员的资料，你好好看看。黄玉华是陈铁雄的小舅子，狗腿子，防着点。徐美娇是陈铁雄情妇，没心眼。宋余杭是鉴定大师，跟我爷爷关系好，多请教。好。那他们什么时候出发呀？没定，不超过3天。出发前我给你打电话。好。各位乘客，飞机即将降落，请系好安全带。这市场也太大了吧！原石里的翡翠能量波动这么强。小姑娘放心，咱这解石师傅手艺绝了，保证不浪费好料子。我的天，是帝王绿！
120万买了磨盘大的原石，本来以为冲动消费，没想到眼光那么毒。不能等了，他要是拿着翡翠离开，再想动手就难了。别慌，这里人多，直接动手容易暴露。黄先生，你先派人堵住后门，我和陈高生从正面靠近，假装买石缠住他，找机会把他引到巷子里。放心，3分钟内后门绝无出路。这两人果然是冲我来的。这位女士好眼光，这帝王绿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宝贝。老板，把我刚才看中的那块原石，麻烦解了吧。好嘞，请这位先生稍等。老板，麻烦帮我叫一下翡翠协会的会长，就说我这有块帝王绿，想请他长长眼，顺便再谈谈合作。另外呢，再帮我请一下这里的保安，我怕这么贵重的东西有人眼红想抢。被发现了，不能等安保过来，直接动手。金陵城的麻烦没找你们，现在倒是敢自己找上门来找死了。你别得意，我爸不会放过你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会长，这几个人想抢我翡翠，还动我刀。我手里有块帝王绿，想和您谈合作，不过要先解决了这几个杂碎再说。快报警，保护好翡翠和这位小姐。喂，你好，110吗？这里有人闹事，我要报警。别动！走！老实点，别乱动！走！小姑娘，你可真厉害，刚才真是吓死人了。一点小麻烦而已，老板结账吧。喂，千寻，瑞城市场的麻烦我已经解决了，接下来该轮到你。